放眼望去全是尸体。阿奇蒙德这下彻底完了，教团的圣剑直接捅穿了他的心脏，这根本就是必死无疑的局面。这群士兵简直乐疯了，他们以为自己真的干掉了那个怪物，也就是被称为大陆之魔的阿奇蒙德。虽然身上被插成了刺猬，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大限确实要到了。打了整整10年的大陆战争，阿奇蒙德这回是彻底输了。伯克尔拎着长剑走过来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无数人用命填出来的结果。他劝阿奇蒙德赶紧认命，为了大陆的和平收手吧。结果阿奇蒙德根本听不进去，直接让他闭嘴。阿奇蒙德直接撕开了这群人的假面具。当初瘟疫死人的时候没人管，现在赢了反而开始谈和平。他骂这群骑士全是虚伪的畜生。就在他快没命的时候，身上突然炸开了恐怖的死灵能量。伯克尔这下彻底懵了，谁能想到他这种状态还能反击？士兵们被眼前的死灵大军吓破了胆，伯克尔却冷静地让他们退下。他细数着阿奇蒙德的罪状：2000万人死于瘟疫，还被亵渎成了杀人工具。阿奇蒙德听完直接冷笑出声，他觉得伯克尔只是在找借口报私仇，毕竟伯克尔的家人也死在那场灾难里。伯克尔沉默了一下，他说自己来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伯克尔的话让阿奇蒙德当场愣住，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信仰和希望留给后代。这种纯粹的念头让阿奇蒙德的身体瞬间僵住了。他在伯克尔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现在这副狼狈的样子，那种正直又坚定的目光跟他这种人完全不一样。伯克尔这一剑下去就是要彻底了结这场恩怨。旁边的士兵都吓坏了，因为他为了杀掉对方竟然连手里的圣剑都不要了。他冷冷地问阿奇蒙德还有什么遗言，谁知道阿奇蒙德死到临头还在笑，他说死灵法师可没那么容易死。这语气听得人心里发毛。伯克尔这一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给这场恩怨画上了句号。周围的士兵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疯狂庆祝，大喊着阿奇蒙德终于死了。但在这一片欢呼声中，阿奇蒙德只听到了自己头颅落地的声音。打了整整10年的仗，竟然就这样彻底结束了。阿奇蒙德本以为这辈子算交代了，可谁能想到，等他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耳边竟然传来了女仆的尖叫声。他们正兴奋地喊着少爷的嘴动了。这下轮到阿奇蒙德懵了，自己明明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死灵法师，怎么一睁眼竟然成了别人口中的少爷？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阿奇蒙德还没搞清楚状况，就发现自己成了公爵家的克莱恩少爷。这副婴儿的身体沉得像灌了铅，旁边的女仆还一个劲儿的逗他，非要让他开口叫一声妈妈。阿奇蒙德憋了半天，终于出声了。女仆还以为这孩子是个天才，结果他根本不是在叫妈，而是在念死灵法师的召唤咒语。他要让黑暗中的士兵全部听他号令。这下可把女仆们给彻底整不会了。伴随着一声惊雷，时间一晃就过去了15年。曾经那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婴儿，现在已经彻底长开了。他只是随随便便在院子里走过，路过的女仆们就全都看傻了眼，一个个在那儿小声嘀咕，说这长相简直就是上帝的杰作。可这些姑娘们哪里知道，这副迷人的皮囊下面竟然藏着一个大魔头的灵魂。就在女仆们围在一起犯花痴，感叹克莱恩少爷帅得发光的时候，一个杀风景的声音突然从背后响起。还没等克莱恩反应过来，一桶冰水就劈头盖脸地泼了他一身。动手的人正是满脸横肉的加里森，他不仅没有半点歉意，反而当众指着克莱恩大喊恶灵退散。加里森这人简直神神叨叨的，他盯着被泼了一身水的克莱恩，坚信自己刚才看到了大魔头的影子，还口口声声说这是为了净化邪恶灵魂，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救人。克莱恩顶着水桶也是彻底无语了，这种所谓的净化仪式已经折磨了他好几年。他刚想反驳对方是在胡言乱语，结果加里森像疯了一样指着他大喊，说他现在的表情跟阿奇蒙德一模一样。克莱恩看着眼前这个神神叨叨的祭司，心里已经把对方骂了1万遍。他怎么也想不到，加里森不仅不听解释，竟然还直接下令让手下动手抓人。这下场面彻底失控了，加里森甚至叫嚣着要让克莱恩去圣水里洗个净身澡。克莱恩一边拼命逃跑，一边大喊，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阿奇蒙德。可这群疯子根本不听，面对这种丧心病狂的折磨，克莱恩只能在心里绝望的呐喊，这家伙到底还算不算个人？谁能想到，一个被砍了头的死灵法师居然重生在了一个婴儿身上。更离谱的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死灵咒语。就因为这，他3岁就被当成恶魔关进了修道院。直到那个自称祭司的男人出现，加里森的一声问候彻底拉开了这场噩梦的序幕。克莱恩当时并不知道，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加里森的所谓净化仪式简直就是花样百出的折磨，他能对着克莱恩唱24小时的歌，甚至还把人扔进满是大蒜的冰水里。最离谱的是，竟然还搞起了火星秀。克莱恩每天都在崩溃边缘大喊救命，可这种日子他硬生生熬了5年。5年后的今天，他终于从那个任人宰割的小鬼长成了现在的少年模样。可即便长大了，他依然没能摆脱这荒唐的命运。身边有个过度虔诚的女仆，有时候真的比敌人还让人头疼。阿玲在那儿闭着眼碎碎念，克莱恩听得整个人都要炸了，他忍无可忍的大吼一声，直接把头上的帽子甩飞了出去。看着阿玲那副委屈的样子，克莱恩心里咯噔一下，以为自己把人家亲手做的礼物弄坏了。他刚想愧疚的道歉，结果阿玲突然来了句补刀，他说这帽子其实是加里森祭司做的。听到这个名字，克莱恩伸出去的手瞬间僵在了半空。加里森在那儿假惺惺的抹着眼泪，说自己辛苦织了1周的帽子被戴得很合适。克莱恩听完直接当场炸毛，
二话不说就把那顶破帽子撕成了碎片。他现在只想把刚才那点愧疚感全拿去喂狗。就在两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红战车骑士团的指挥官敦克尔推门而入，看着眼前这腹肌飞狗跳的画面，他心里也开始犯嘀咕。关于克莱恩是恶魔转世的传闻都传了10年，连教团都说这孩子已经没问题了。刚才还跟克莱恩掐得你死我活，指挥官一露面，加里森立马换了副嘴脸，他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对着敦克尔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文件的事儿更是满口答应。克莱恩趴在地上看得直翻白眼，这老狐狸变脸比翻书还快，在强者面前装得跟孙子一样，妥妥的职场老油条。本以为这瘟神总算要走了，谁知道加里森临出门前还不忘回头阴森森的补上一句：下周5的净化仪式记得洗干净了等他。瘟神终于走了，克莱恩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瘫在沙发上，他一边喘气一边骂，觉得加里森根本不是什么祭司，简直就是个披着人皮的肌肉恶魔。阿林凑过来递上毛巾，冷不丁地问了一句：您真的不再是那个大魔头阿奇蒙德了吗？克莱恩嘴上说的决绝，甚至发誓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那个名字，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要是现在敢承认身份，天知道那帮疯子还会用什么手段来折磨他。现在的他只想赶紧恢复身体，而不是在这该死的净化仪式里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就因为那个阿奇蒙德转世的传闻，克莱恩从小就活在严密的监视下，甚至在修道院里被关了整整7年。本以为回到公国就能重获自由，谁知道又撞上了加里森这个硬茬。看着克莱恩在那儿抓耳挠腮，敦克尔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别看那祭司平时疯疯癫癫的，他可是教团里公认的最强者，执行官这个称号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到的。加里森到底有多强？敦克尔直言，除了克莱恩家族的公爵，这世上恐怕没人能治得了他。阿林听得两眼放光，直夸少爷家里真是牛气冲天。敦克尔也跟着起哄，顺嘴问了句最关键的：既然公爵这么厉害，那你们家历代传人里谁才是战力天花板？敦克尔本以为克莱恩会说是他亲爹，也就是现任的第7代公爵，结果克莱恩沉默了半天，冷冷地吐出3个字：第1代。敦克尔当场就愣住了，刚想开口反驳，就被克莱恩一个字给顶了回去。克莱恩斩钉截铁地断定，初代公爵才是家族史上的最强战力。敦克尔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但也只能顺着少爷的意思点头称是。阿林在一旁乐开了花，觉得少爷简直是初代公爵的头号迷弟，盯着那张画像眼睛都不带眨的。可他哪能想到，克莱恩此刻的心情比见鬼还复杂。看着那张200年前的熟悉面孔，克莱恩终于不得不接受这个荒诞的现实：曾经横行世间的死灵法师阿奇蒙德，竟然转世成了自己死对头的后代。整整200年的跨度，曾经的辉煌和仇恨都成了历史，而他现在必须以这个虚弱少爷的身份活下去。画像上这个叫伯克尔的男人，就是莱茵兰家族的初代公爵，他手握长剑，英姿飒爽，是后世子孙顶礼膜拜的英雄。可对克莱恩来说，这张脸简直是他永生难忘的噩梦，因为200年前，正是这个男人亲手终结了他的性命。谁能想到，这所谓的净化仪式，竟然是把人往死里淹？阿林还在旁边一脸兴奋，只夸克莱恩少爷像条鱼，能在水里憋这么久。加里森听了，不仅没收手，反而还想加大力度，打算下次直接换个大鱼缸。克莱恩好不容易捡回条命，结果加里森轻飘飘来了一句，说是因为感觉到屋里有邪气，就因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直觉，差点把自家少爷给送走。这下克莱恩是真的要炸毛了，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那个在训练场结夏良子的道尔顿，居然主动给克莱恩送来了道歉信，说是要为之前的事赔罪，还邀请他去参加什么狩猎比赛。这不明摆着是想把人骗出去灭口吗？克莱恩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封信背后肯定没安好心，但他盯着手里的邀请函，嘴角却露出一抹冷笑。既然对方这么急着送死，那这汤浑水他非去不可了。克莱恩敢去赴约，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个逆天的底牌，只要是看过的剑招，他都能在脑子里完美复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这绝对是翻盘的神技。就在他准备动身的时候，加里森这个老狐狸竟然主动提出要一起去，克莱恩当场就炸了，指着他的鼻子质问：这老家伙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加里森总觉得眼皮直跳，总觉得今天这趟差事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马车在荒郊野岭颠得厉害，加里森晕车晕得想吐，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就在这时，克莱恩突然递过来一个枕头，让加里森拿着。加里森心里一阵暖流，心想自家少爷终于长大了，居然知道心疼人了。结果还没感动3秒，克莱恩直接一盆冷水泼下来，说这枕头是给阿林垫着的。这下轮到加里森沉默了，闹了半天全是自己在这自作多情。看着窗外郁郁葱葱的树林，克莱恩忍不住感叹，这地方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在他的记忆里，200年前这里只有冰雪和尸体，如今却变得生机勃勃。看来这全是伯克尔的手笔。就在他沉思的时候，马车缓缓停了下来，守卫提醒他已经到了目的地康威尔庄园。这座宏伟的建筑就是道尔顿那个混蛋的老巢。克莱恩走下马车，盯着眼前的豪宅，这庄园修得简直离谱，比主家的宅邸还要奢华。为了办个小孩子的狩猎赛，这帮人还真是舍得砸钱。就在克莱恩四处打量时，道尔顿牵着2条恶犬，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他阴阳怪气地嘲讽克莱恩，说这些高墙大院全是从克莱恩家搜刮来的油水，还笑话他在修道院关傻了，根本不懂现在的世界。克莱恩没搭理他的挑衅，反而盯着那2只恶犬，这些畜生瘦得皮包骨头，眼神里透着一股疯狂。道尔顿显然等不及了，他随手解开了锁链，
随着道尔顿一声令下，一群饿疯了的猎犬倾巢而出，这场丧心病狂的狩猎正式开始了。他在整座山上都撒满了生肉，这些畜生闻到血腥味，就像发了疯一样往前冲。道尔顿不紧不慢地拉开长弓，对他来说，这些狂奔的猎犬就是最好的活靶子。箭矢破空而出，精准地贯穿了猎犬的身体。他竟然在用自家猎犬的命来炫耀剑法。看着道尔顿那副狂妄的大笑，远处的阿林心里咯噔一下，这哪里是狩猎，这分明是一场毫无底线的屠杀。道尔顿这混蛋竟然盯上了落单的阿林，他一边阴阳怪气的嘲讽，一边还想对阿林动手动脚。就在他准备强行把人带走时，一只手像铁钳一样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克莱恩冷冷地盯着他，警告他立刻放手，否则就直接废了这只爪子。道尔顿哪受过这种气，他猛地挣脱束缚，反手就是一记重拳。道尔顿在前面大声催促，恨不得马上把克莱恩带走。克莱恩心里清楚，这汤浑水他必须一个人去闯。他拦住了想要随行的护卫，把阿林的安全托付给了对方。虽然护卫满脸担心，但克莱恩已经留好了后手。他递过去一个魔法信号卷轴，这东西就是最后的保命符。克莱恩早就察觉到那个一直跟着他们的祭司不对劲，他严肃地交代护卫，如果发现他莫名其妙消失了，不要犹豫，立刻撕碎这张卷轴。只要卷轴一毁，他手背上的文章就会亮起。克莱恩交代完最后一件事，就直接单枪匹马冲进了森林。护卫还没来得及劝阻，他已经消失在了视线尽头，谁也没注意到加里森正躲在暗处冷冷地观察。克莱恩顺着森林小径一路狂奔，他以为只要速度够快，就能在对方逃走前把人截住。可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别人设好的局。就在他察觉到不对劲的一瞬间，一个阴森的声音从林子里传了出来。道尔顿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这家伙正一脸兴奋地舔着剑刃，那副变态的样子让人脊背发凉。他冷笑着看向克莱恩，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要见血了。克莱恩还没反应过来，坐下的马匹就突然倒地断了气。看着这一地狼藉，他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道尔顿直接拔出了长剑，脸上的表情变得狰狞又疯狂。他冷笑着宣布，这场狩猎的最后一个猎物就是克莱恩。这家伙已经彻底疯了，他叫嚣着要砍下克莱恩的头，还要把这颗头颅当成垃圾一样扔掉。在他眼里，所谓的莱茵兰家族就是个笑柄，而克莱恩不过是个没权没势的废物空壳。随着道尔顿一声令下，树林里钻出了密密麻麻的人影。他根本没打算给克莱恩任何挣扎求生的机会。道尔顿已经彻底撕下了伪装，他叫嚣着公爵领地早该易主，甚至嘲讽克莱恩投错了胎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周围的弓箭手已经拉满了弦，道尔顿甚至连明天的头条都想好了，他要让全天下都知道莱茵兰家的少爷最后成了野狗的口粮。面对这种恶毒的编排，克莱恩只是静静地听着，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听起来简直荒谬到了极点。谁也没想到，在这种必死的局面下，克莱恩竟然笑出了声，这笑声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肆无忌惮的狂笑。道尔顿心里彻底发毛了，他甚至怀疑这小子是不是被吓疯了。可当克莱恩再次抬头时，整个人散发出的气息完全变了，那种冰冷到骨子里的威压让道尔顿瞬间僵在原地。克莱恩的声音变得低沉又威严，他冷冷地盯着眼前的跳梁小丑，直言像道尔顿这种货色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这个家族的每一寸荣耀都是建立在他曾经死亡的代价之上，而道尔顿刚才的那些羞辱已经彻底踩到了他的底线。既然有人活腻了，敢拿来英兰家族开玩笑，那今天在这里的所有人就都别想活着回去了。就在道尔顿以为胜券在握时，克莱恩周身突然爆发出恐怖的能量，这股力量强横的不讲道理，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道尔顿整个人都懵了，他明明记得克莱恩根本没有魔力，可眼前这股冲天的气焰又该怎么解释？克莱恩冷冷地看着他，直接揭晓了答案，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魔法，而是来自深渊的魔气。听到魔气这两个字，道尔顿和伏兵们彻底慌了神，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禁忌力量竟然出现在一个少年身上。克莱恩没有给他们留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低声吟唱起古老的咒语，开始召唤那些沉睡在时间深处的灵魂。这片树林马上就要变成真正的地狱了。随着克莱恩的一声令下，无数青蓝色的火焰瞬间炸裂，那些沉睡在地下的亡灵在这一刻全部苏醒。克莱恩的语气冰冷得不带感情，他命令这些饥饿的灵魂尽情享用眼前的血肉，把一切都彻底吞噬。看着满地爬出来的骷髅，道尔顿彻底被吓破了胆，他一边后退一边尖叫，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这种级别的死灵法术早就超出了他的认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根本不是什么落魄少爷。道尔顿绝望地喊出了那个名字，阿奇蒙德。漫山遍野的骷髅破土而出，他们嘶吼着咆哮着，仿佛要把积攒了100年的怨恨在这一刻全部宣泄出来。克莱恩站在亡灵大军中心，眼神里透着一股让人胆寒的狂气，他冷冷地看向前方，下达了最后的屠杀指令，直到怨恨彻底平息为止，把眼前这些人全部吞噬干净，一个不留统统吃掉。本以为那些事早就忘了，结果这一等竟然整整过了200年。看着眼前这片尸山血海，那段被埋掉的记忆终于还是藏不住了。那些遥远的日子已经模糊了，但这种感觉错不了。他们在黑暗中不断回响，那是无数死者在向我呼唤。没错，就是这种熟悉的律动，这记忆，这触感，真是让人怀念啊。道尔顿看着眼前这支骷髅大军，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怎么会是阿奇蒙德？克莱恩停顿了一下，语气里透着一丝狂气。以前确实有人这么叫我。对面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阿奇蒙德？
那不是传说中的名字吗？怎么可能真的出现？搞了半天就召唤出这么几个铁桶头，这种低级货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这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却根本没意识到他们眼中的垃圾到底意味着什么。道尔顿冷笑着下令，先清理掉拦路的，剩下的人直接冲过去。这种骷髅我以前砍碎过几百个，等会儿打完了，咱们一人拿根骨头当纪念品。远程部队听令，装填，瞄准，给我放！铺天盖地的箭雨瞬间把整片空地彻底淹没，这种密度的攻击根本没有躲闪的空间。道尔顿冷笑着说：“可怜的克莱恩，现在估计已经变成肉泥了。”他以为大局已定，却没发现烟尘里的气息根本没变。刚才那波铺天盖地的箭雨竟然全被挡了下来。烟尘散去，克莱恩毫发无伤，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排闪着光的巨盾，这哪是什么低级垃圾，这分明是一支根本攻不破的钢铁军团。克莱恩自言自语的感叹：200年确实太久了，久到竟然没人能认出这支曾经横扫战场的军团。对面的士兵彻底乱了阵脚，刚才明明什么都没有，怎么一眨眼就变出了盾牌？克莱恩冷冷地看着他们，如果这只是普通的骷髅，你们确实不该感到惊讶，但这可是消失了200年的噩梦。克莱恩的嘴角微微上扬，他轻声说：“我的骷髅可跟那些垃圾不一样。”道尔顿，你给我看好了，第一防御阵型立刻解散。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原本密不透风的盾阵瞬间散开，露出了后面那群索命恶鬼。克莱恩猛地攥紧拳头，全军听令，给我彻底捏碎他们，冲锋！道尔顿这下彻底看傻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这些本该慢吞吞的骨头架子，跑起来竟然比野兽还要快。别乱，都给我顶住！道尔顿还在声嘶力竭的叫喊，试图稳住已经崩溃的防线，可一切都太迟了。这群骷髅像黑色潮水一样，瞬间就撕开了士兵们的喉咙，惨叫声此起彼伏。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精锐部队，现在成了待宰的羔羊。看着眼前这副地狱般的景象，道尔顿嘴里只剩下绝望的咒骂。他疯狂咆哮，试图让乱成一团的士兵稳住阵脚，可他根本没意识到，真正的杀招已经绕到了头顶。克莱恩语气冰冷的发号施令，第二弩兵小队把他们全围了。看着树枝上突然出现的骷髅弩手，士兵们吓得魂飞魄散。这哪里是战斗，这分明是单方面的处决！快跑！是远程攻击！惊恐的尖叫声还没落下，克莱恩就轻轻吐出一个字：射！密集的箭雨瞬间贯穿了战场，刚才还想逃命的人，转眼间就全倒在了血泊里。箭雨像长了眼睛一样精准，道尔顿看着部下一个接一个倒下，整个人都懵了，这绝对不可能，他印象里的骷髅根本没这么强。眼看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道尔顿终于意识到，再这么对射下去就是等死。他拔出长剑，歇斯底里的大喊：“都给我把弩放下，别装填了，换刀，跟他们拼了！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道尔顿彻底破防了，他一边疯狂咒骂，一边对着眼前的骷髅狠狠劈了下去。随着一颗骷髅头应声落地，他忍不住狂笑起来，以为只要砍掉脑袋，这些怪物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那个没了头的骨架竟然反手一记重击，直接把他整个人掀翻在地。这下他彻底懵了，明明脑袋都掉了，为什么这玩意儿还能动？克莱恩在暗处冷笑着现身，砍掉脑袋就死，那是对付活人的逻辑。可惜你现在的对手不是人，我的骷髅和你们见过的可不一样。随着克莱恩冷冰冰的声音响起，那个被砍掉脑袋的骷髅竟然慢悠悠的捡起头，当着所有人的面又给安了回去。这下道尔顿彻底崩溃了，这到底是什么怪物？脑袋掉了竟然还能自己接回去？克莱恩语气平淡的揭开真相，这就是我能横扫整片大陆的原因。魔法召唤出来的生物可没那么容易死，更绝望的是，这些怪物不仅杀不死，甚至还懂战术，听指挥。看着眼前这群整齐划一的死灵军团，敌方士兵彻底丧失了斗志，这哪里是打仗，这根本就是一场醒不来的噩梦。惨叫声响彻荒野，可克莱恩只是淡定地站在尸堆里，随手又召唤出了一整支骷髅大军。他看了看自己的双手，自言自语道：“这具身体现在的极限，暂时只能控制11个。好了，咱们继续吧。”宁静的喷泉边，阿林听得入迷，忍不住笑出声来。少爷当年真的这么猛吗？加里森坐在台阶上，一脸理所当然的回答：“那当然，这还只是他在修道院时的一小段往事。”阿林吃着饼干，一脸幸福的夸赞着自家少爷，他是世界上最暖心的人。这位暖心的少爷正满脸血迹的站在战场中央，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随着他手指轻轻一挥，惨叫声此起彼伏，敌方士兵甚至还没看清动作，就已经倒在了血泊里。一边是女仆口中的温柔善良，一边是死神般的无情收割。这下谁都看明白了，少爷的这份温柔恐怕只留给了自己人，而对于敌人来说，他就是最恐怖的噩梦。这些骷髅根本杀不完，只要不解决掉无限复活的问题，整支军队迟早会被耗死。道尔顿死死盯着远处的克莱恩，他终于意识到，关键就在那个小鬼身上，只要能干掉施法者，这一切就会彻底结束。他猛地拔出长剑，硬生生在骷髅堆里杀出一条血路，直奔克莱恩而去。玩弄尸体的把戏到此为止了，这一击是他最后的赌注，管你是不是死灵法师，只要你死了，这一切就彻底完蛋了。可就在剑锋即将触碰的一瞬间，克莱恩却异常冷静，他低声自语：“看清楚了。”随着这双眼睛彻底觉醒，对方原本致命的动作在他眼里变得漏洞百出。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招
我只看了一遍。克莱恩身形微动，周身的气场瞬间变了。道尔顿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竟然是莱茵兰家族的不传之秘——流星剑。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一道寒芒已经贯穿了黑夜，快到根本无法捕捉。怎么可能？他甚至没感觉到疼，身体就已经被彻底撕碎。克莱恩的语气冰冷的让人绝望。道尔顿，别指望能安稳的死去，肉体的消亡从来不是终点，你的审判现在开始。克莱恩看着到地不起的道尔顿，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你说的对，只要施法者一死，所有的死灵造物都会失去力量。曾经的阿奇蒙德就是因为这个弱点才会被击败，但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是讽刺到了极点。谁能想到，曾经死对头的力量，现在竟然成了保护这具身体的本钱。克莱恩握紧手中的剑，感受着体内奔涌的魔力，敌人的血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强大。道尔顿满脸不可置信，眼前这个少年到底变成了什么怪物？克莱恩在心里暗暗发誓，不管那个叫伯克尔的家伙怎么打压，这个已经破败不堪的家，他都要亲手撑起来。道尔顿在一片死寂的黑暗中醒来，四周伸手不见五指，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手腕和脚踝传来的冰冷触感让他心里咯噔一下。等他终于看清眼前的处境，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被死死锁在椅子上，还没等他挣扎，黑暗中走出一个冰冷的身影。克莱恩语气平淡，像是在宣布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这里是活人到不了的地方，也是由他亲手创造的死后世界。道尔顿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清算就已经开始了。他生前那些见不得光的恶行，被一件件摆到了台面上，打着狩猎的名义虐待动物，看着生灵痛苦时露出的狂笑，这些债现在全都要还了。道尔顿气急败坏的大吼大叫，试图用愤怒掩盖内心的恐惧。他突然反应过来，事情有点不对劲。他明明记得自己已经被克莱恩一剑穿心，可现在低头一看，身上竟然连个伤口都没有。还没等他庆幸，克莱恩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已经死了，这里不是人间，而是专门为你这种人准备的刑场。”道尔顿彻底崩溃了，他疯狂地嘶吼着，想让克莱恩停止这些疯话，但在这个世界，他的抗议没有任何意义。克莱恩抬起手，蓝色的火焰瞬间爆发。你信不信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被你虐待致死的冤魂已经等你好久了。黑暗中，无数双发光的眼睛死死盯着他，那些曾经被他折磨的猎犬正露出獠牙，一步步向他逼近。克莱恩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他让道尔顿好好听听，那些死在他手里的冤魂此刻正在发出怎样的哀嚎。成群的猎犬瞬间扑了上去，疯狂撕咬着这个曾经的施暴者。曾经他怎么折磨这些生灵，现在就要怎么成倍的还回来。道尔顿疼得大声惨叫，拼了命地想要躲开这些獠牙，但克莱恩的话比身上的伤口更让他绝望。这根本不是别人的折磨，而是他生前亲手为自己挖的坑，这就是属于他的地狱。道尔顿在血泊中哀求着，希望能有人来救救他，但在这个自己亲手建造的刑场里，除了无尽的痛苦，什么都不会剩下。一切终于结束了，道尔顿像一滩烂泥一样倒在地上，彻底没了动静。克莱恩收起长剑，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他转过身，看向那些满身伤痕的骷髅士兵，既然你们帮我干了活，那我也该履行诺言，给你们一份应得的报酬。克莱恩缓缓抬起手，掌心散发出幽暗的光芒，他要解开这些灵魂身上的锁链，让他们从无尽的诅咒中彻底解脱。随着光芒散去，那些狰狞的白骨开始崩解，这不仅是奖励，更是身为死灵法师最后的慈悲。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债等着他去收回来。在克莱恩看来，死亡本该是骨头渣子被风吹散，彻底消失在世界上，可他却偏偏复活了。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重活一回到底图个啥。就在他发愣的时候，阴影里突然钻出一个声音，对方一口叫破了他的秘密。原来刚才他施展死灵魔法的一幕，全被这个神秘人看在了眼里。阿奇蒙德心里咯噔一下，这下麻烦大了。他冷冷地盯着对方质问：“你到底是谁？”神秘人根本没打算废话，手里已经聚起了诡异的绿光。他说：“你没必要知道我是谁，反正死人是不需要答案的。”话音刚落，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对方显然是个硬茬子，而且一出手就是杀招。克莱恩刚解决掉一个麻烦，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谁能想到战场上竟然还藏着第二个死灵法师？克莱恩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能让死人重新站起来的邪术。神秘人看着满地的残骸，发出一阵狂笑。在他眼里，道尔顿那个废物虽然死了，但这些尸体可是上好的材料。教会这边，阿林正没心没肺的讲着少爷小时候的糗事，但敦克尔根本笑不出来，他死死盯着手里的卷轴，神情变得越来越凝重。克莱恩，少爷进森林已经3个小时了，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他实在等不下去了，正准备动身去找人，结果刚走没2步，就被几个守卫死死拦住。对方嘴上说着比赛还没结束，让他守好自己的岗位，但敦克尔一眼就认出了他们铠甲上那属于康威尔家族的纹章。这帮人全是道尔顿的手下，摆明了是想拖延时间，好让森林里的阴谋得逞。敦克尔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他一字一句地警告对方：“我是莱茵兰家族的骑士团长，谁要是再敢挡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两边的人马瞬间剑拔弩张，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阻拦，而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挑衅。敦克尔的气场全开，几个守卫被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克莱恩少爷的安危，根本没心思跟这帮杂兵浪费时间。他叮嘱阿林，让他先跟着加里森神父回庄园，自己则要进森林寻人。可阿林的一句话却让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加里森竟然已经独自离开了，而且走得无声无息，连个招呼都没打。阿林说加里森临走前脸色很难看，只留下一句预感成真了。
敦克尔猛然想起，克莱恩少爷之前特意交代过，那个加里森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如果他突然消失，就必须马上撕掉保命的卷轴。敦克尔暗骂一声该死，直接翻身上马，疯狂地冲向森林深处。他意识到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真正的威胁恐怕早就已经到了少爷身边。敦克尔在荒野上疯狂策马，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克莱恩少爷肯定出事了，必须再快一点。克莱恩已经陷入了绝境，刚才那场恶战耗光了他所有的魔力，现在的他连一个最简单的死灵术都放不出来，这副透支的身体也快到了极限，每站稳1秒都是煎熬。而对面的敌人显然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神秘人冷冷地指向前方，下达了最后的抹杀令，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彻底除掉克莱恩。成群的活死人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面对这压倒性的数量，已经底牌出尽的克莱恩还能拿什么来挡住这一波死局？看着漫山遍野冲过来的活死人，克莱恩不但没躲，反而冷笑了一声，他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把戏，想用死灵术来对付死灵法师，这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就在活死人的刀刃快要砍到他脑袋的一瞬间，克莱恩猛地攥紧拳头，手背上突然亮起诡异的紫色印记。他对着眼前的神秘人挑衅道：“玩这种灵魂招数，你还真以为能杀得了我？这下你可踢到硬骨头了！”话音刚落，一道刺眼的强光瞬间爆发，原本胜券在握的神秘人当场就被吓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魔力耗尽的人到底是从哪搞出来的这种力量？谁也没想到，消失的加里森神父竟然在这。他整个人被耀眼的圣光包裹，就像一颗坠入凡间的太阳，瞬间照亮了整片漆黑的森林。他低声咏唱着古老的咒语，语气里没有一丝怜悯。随着他张开双臂，那股恐怖的神圣力量彻底爆发。他冷冷地说：“光啊，让这些死人彻底安息吧！”金色的光柱冲天而起，那些活死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就在光芒中灰飞烟灭。加里森神父低声说道：“这下没事了，克莱恩少爷。”对面的神秘人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死死盯着这个男人脸上的伤疤，声音都在打颤：“你竟然是……”加里森缓缓抬起头，眼神里透着让人胆寒的威压。他一字一句地回答：“因为我来了。”圣教代理人加里森。教会手里还藏着3件恐怖的人间兵器，他们被称为代理人。这3个人只听命于教皇，也是唯一能使用圣遗物的人。据说每一个人的战力都足以抵挡一座要塞。这道光落下的瞬间，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神秘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神秘人终于看清了，站在眼前的这个男人，正是代理人中力量最强的那一个。加里森转过头，对着虚弱的克莱恩说：“少爷放心休息吧，既然我到了，这里就没人能动你。”虽然周围满是怪物的嘶吼，但局势已经彻底反转了。成群的怪物咆哮着冲了上来，但在加里森眼里，这些东西不过是待清理的垃圾。他甚至没有拔剑，只是平淡的挥出一拳，金色的光芒瞬间横扫了整个战场。加里森冷冷的开口，告诉那些罪人，去地狱里祈祷吧。这一击过后，刚才还嚣张的怪物大军，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没剩下。加里森在怪物堆里闲庭信步，他冷冷的宣布，要赐予这些怪物火的洗礼，洗净他们身上的罪孽。他每走一步，地面都会随之崩裂，那些怪物还没靠近，就被恐怖的气劲震成了碎片。加里森一边挥拳一边低语，说这就是他的慈悲，而接下来的每一击都是最残酷的审判。在这股绝对的力量面前，所谓的怪物大军不过是一群待宰的羔羊。看着满地的怪物尸体，神秘人彻底被吓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教会的代理人会出现在这。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加里森那股不讲道理的力量，这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战力。他意识到情报出了大问题，这和当初说好的完全不一样，再待下去绝对会没命。神秘人不敢有片刻停留，立刻转身拼命逃窜。现在的他只想离这个怪物越远越好，想跑在加里森面前根本没机会。他像抓小鸡一样扣住对方的头，任凭对方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加里森语气冰冷，说他的祷告还没结束，让对方心怀感激地接受审判。随着他手上的力道加重，求饶声戛然而止。这一场单方面的处决就在这所谓的光之名下彻底终结。这就是招惹教会代理人的代价，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滚到脚边，克莱恩定睛一看，那是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神秘人眼球，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加里森仅仅是往前迈了一步，甚至连手都没抬一下，可就在那一瞬间，仅凭借那股恐怖到窒息的气场，周围几十个怪物就当场炸裂，被硬生生撕成了碎片。这种力量已经完全不讲道理，在加里森面前，死亡甚至不需要过程。还没等克莱恩反应过来，加里森那只沾满鲜血的手已经死死扣住了他的头。加里森冷冷地说，自己是察觉到死灵术的踪迹，才特意赶到这里来的。可话锋一转，他盯着眼前的克莱恩，语气里透着一丝疑惑。他说这事儿挺奇怪的，因为刚才感受到的那股能量，似乎和他预想的完全不同。这下麻烦大了，克莱恩最想隐藏的秘密，恐怕已经引起了加里森的怀疑。加里森盯着克莱恩，他说那股能量波动根本不像是刚才那个神秘人发出来的。克莱恩心里很清楚，这家伙已经动了杀心，只要自己露出一丁点破绽，这只沾满鲜血的手就会立刻捏碎他的头。就在这生死一瞬，远处突然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敦克尔一边狂奔，一边大喊着克莱恩的名字，局面一下子变得僵持不下。这救命稻草来的还真是时候。敦克尔连滚带爬的冲过来，看着满地的鲜血，吓得嗓门都变了调。强行使用死灵术的代价来了。克莱恩只觉得眼前一黑，整个人重重的摔在地上。克莱恩虚弱的让敦克尔闭嘴，说自己只是腿软站不住了。可当敦克尔问起道尔顿少爷在哪时，
克莱恩沉默了一下，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他说我把他杀了，因为那家伙想先杀了我。德尔坎伯爵猛地一拍桌子，整个人气的直接跳了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别人竟然说他儿子道尔顿是暗杀犯。他扯着嗓子在大厅里咆哮，说自己的儿子可是荣誉骑士，现在人死了还要被扣上这种屎盆子，简直是荒谬到了极点。可面对这种泼天怒火，莱茵兰公爵却显得异常冷静，他手里死死攥着一份文件，语气平稳的让人害怕。他说，不管审问多少次，克莱恩的证词从来没有变过，而且最关键的证据就在他接下来的话里。这下轮到德尔坎没话说了，真正的重磅炸弹马上就要在法庭上炸开。莱茵兰公爵直接甩出了杀手锏，证据显示，在道尔顿失踪那天，康威尔的领地竟然私自调动了雇佣兵，这下道尔顿想干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德尔坎表面上还在支支吾吾，心里其实早就慌了神，他在心里暗骂那帮手下是蠢货，竟然留下了这么明显的把柄。眼看证据确凿，德尔坎索性心一横换了招数，他开始在大厅里带节奏，说克莱恩根本就是个连剑都拿不稳的废物，怎么可能杀得了精英骑士？周围的贵族也跟着议论纷纷，毕竟谁都知道克莱恩天生没有魔力。可德尔坎接下来的话更狠，他直接拿克莱恩的出身说事。他提起克莱恩那个死于流言的母亲，还当众嘲讽克莱恩是个疯子，说他从小就幻想自己是那个恐怖的死灵法师阿奇蒙德。德尔坎在法庭上彻底撒了泼，他指着莱茵兰公爵的鼻子大骂，甚至反咬一口，说克莱恩才是雇凶杀人的真凶。就在他叫嚣的最凶的时候，大厅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冷哼，克莱恩竟然亲自现身了。他一步步走上台阶，眼神冰冷。克莱恩当众承认了，道尔顿确实是他杀的，但那是为了正当防卫，因为对方先找了雇佣兵要他的命。他还提到了加里森祭司，说当时祭司就在现场帮他。这番话像重锤一样砸在德尔坎心上，德尔坎急得大喊这是谎言。克莱恩冷冷地回了一句谎言。这下德尔坎彻底没退路了。克莱恩嘴角微微上扬，凑到德尔坎耳边低声说，你说我是阿奇蒙德？德尔坎被这一句话顶得死死的，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来。而克莱恩心里早就发了狠，他要亲手把这个家给夺回来，绝不让这帮害虫继续糟蹋家族的名声。他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这帮吃里扒外的旁系亲属。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敲响，一个清脆的声音传遍全场，蓝圣毛骑士团团长莱亚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赶到了。莱亚的突然现身让台下的贵族们议论纷纷，大家都在纳闷，这种家族内部的审判，他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莱茵兰公爵直接一句话堵住了众人的嘴。原来死掉的道尔顿以前曾在莱亚的骑士团里待过，作为老上司，他确实有资格出席。莱亚根本没在意旁人的眼光，他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死死盯着克莱恩。两人眼神交汇的那一刻，克莱恩心里也泛起了嘀咕。谁也没想到，莱亚竟然当众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要和克莱恩单独聊聊。全场人都懵了。莱茵兰公爵虽然也觉得奇怪，但还是点头答应了。这两个身份悬殊的人到底有什么秘密要谈？莱茵兰公爵坐在高位上发了话，让克莱恩赶紧过去，别让莱亚团长等太久。克莱恩表面上乖乖答应，心里却烦得要死，觉得这帮骑士真是难搞。但他转念一想，这说不定是个翻盘的好机会。莱亚在这个时候找他，无非是想确认他的身份，或者是对他起了疑心，甚至可能只是一场测试。但克莱恩已经不在乎了，既然决定要重振家族，他就没打算再逃避。不管是莱亚还是整个家族，他都要统统利用起来。莱亚一进屋就原形毕露，动作粗鲁的像个土匪。他直接把克莱恩死死按在墙上，两人离得极近，气氛瞬间变得诡异起来。克莱恩还没反应过来，莱亚就盯着他，语气玩味地问了一句：“我能摸摸你吗？”这句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把克莱恩整个人都炸懵了。他看着眼前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女人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别看她只是个女流之辈，莱亚可是公爵家的大小姐，更是蓝圣枪骑士团的团长。至于她的实力到底有多强，看这一招就知道了。这群怪物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成了他的枪下亡魂。谁能想到那些让所有人头疼的高级怪物，莱亚一个人就全给收拾了。可立夏这种战功的英雄，私下里却冷得让人发指。他回头瞪了克莱恩一眼，警告他别套近乎，毕竟在莱亚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莱茵兰公爵曾经告诉过克莱恩，他和莱亚其实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从法律上讲，他们就是两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可还没等他把这层关系理清楚，莱亚却突然变了脸，直接伸手把他按在了墙上。他死死盯着克莱恩，竟然问了一句：“我能不能摸摸你？”克莱恩还没反应过来，手就已经被莱亚死死拽住了。莱亚一边摸一边感叹，说他的手跟婴儿一样嫩，连个老茧都没有。克莱恩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搞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可莱亚接下来的话却让人脊背发凉。他说：“真正的剑士，手上的肌肉和金剑是骗不了人的。”他这是在查他的底细。莱亚的眼神越来越犀利，他直接了当地拆穿了克莱恩，一双从来没拿过剑的手，怎么可能杀掉正式骑士和几十个雇佣兵？他断定克莱恩身上一定藏着某种见不得人的力量。克莱恩突然一把推开了他，他冷笑着反问：“你是不是也想问问我到底是不是那个死灵法师阿奇蒙德？”克莱恩意识到这女人太危险了，他根本不是在好奇，而是在等她露出破绽。这时候只要稍微一犹豫，身份就彻底藏不住了。既然这样，他干脆摆出一副更嚣张的架势，直接反问莱亚：“如果我就是阿奇蒙德呢？”谁知道莱亚听完直接笑喷了，他一脸鄙夷地看着克莱恩，说：“就你这种小屁孩，怎么可能是那个恐怖的死灵法师？”
克莱恩还想垂死挣扎一下，问莱亚除了小屁孩是不是还有别的评价？结果莱亚开启了疯狂毒舌模式，从身高到比例，把克莱恩损得体无完肤。这下克莱恩是彻底破防了，感觉受了严重的内伤。莱亚最后甚至放出了狠话，说他这种人要是能打败骑士，他就直接把嘴唇献给克莱恩。这赌注立的，以后怕是要出大事啊！克莱恩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他怎么也想不通莱亚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初吻当赌注？这难道是什么新型的政治手段，还是说他在变相贿赂自己？还没等他琢磨明白，莱亚已经大步流星的走远了，还催他赶紧跟上。其实莱亚心里稳得很，他看着远处的夕阳，认定那个传说中恐怖的阿奇蒙德绝对不可能是眼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小鬼。克莱恩和莱亚正式步入大厅，看着眼前这阵仗，克莱恩意识到自己之前想的太简单了。作为一个被关了7年的废物次子，说自己反杀了高手，这帮大佬根本不可能相信。德尔坎死盯着他，开口就问他们刚才到底聊了什么。莱亚刚想解释，克莱恩却已经没耐心废话了。他当众直接拔剑，既然讲道理没人听，那就用实力让他们闭嘴。克莱恩这一剑拔出来，全场的人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他敢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拿剑指着德尔坎的鼻子。克莱恩冷冷地看着对方，说别再浪费时间了，他要按照北方的规矩，像个男人一样跟德尔坎来一场神圣决斗。这话一出，德尔坎整个人都懵了，这小子难道是真的疯了吗？所谓的神圣决斗，其实就是北方最原始的审判方式，不限武器，不限招式，谁能活到最后，谁的话就是真理。德尔坎被剑指着喉咙，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还在那问为什么要搞这一出。克莱恩冷笑着数落他的罪状，说他不仅想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还当众侮辱了他和他的母亲，但这其实只是个借口。克莱恩心里比谁都清楚，德尔坎有一句话确实没说错，他虽然顶着克莱恩的名字，但灵魂深处却是那个死灵法师阿奇蒙德。对于这辈子的母亲，他心里根本没有任何波澜。克莱恩根本不给对方退缩的机会，直接催促德尔坎赶紧做决定，别让在场的所有人干等着。就在这时，莱茵兰公爵站出来发话了，他以公爵的名义担保，既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那就必须尊重，只要决斗开始之前，所有的证据将全部作废，一切都由这场胜负来定夺。德尔坎一听这话，心里立刻开始打起了算盘，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天大的机会，只要在决斗中除掉克莱恩，他就能彻底翻盘。可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毕竟克莱恩身上一点魔力都没有，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德尔坎这老狐狸还想耍赖，他说自己身份尊贵，打算找个厉害的骑士来代战。克莱恩听了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直接回对说没问题，反正不管谁来，结果都跟宰猪没什么区别。德尔坎气得当场咆哮，说4天之后就在这里决斗，他一定要让这小子死无全尸。但这正是克莱恩想要的，他故意把赌注加到这么大，就是为了借公爵的手，给那些分家的杂碎们一个下马威。这仅仅是个开始，他要让所有人看清楚，他到底打算怎么把这个腐朽的家族彻底清洗一遍。哥哥一听这消息，整个人都要炸了，他觉得克莱恩简直是疯了，这种决斗可是会出人命的。克莱恩却一脸不耐烦，这种话他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他直接告诉哥哥，父亲已经点头同意了，让他少在这操心。哥哥当场愣住，他怎么也没想到父亲会答应，但他还是不放心。既然规则允许找人代战，他决定亲自替弟弟上场。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克莱恩就冷冷地回了3个字：没必要。看这架势，克莱恩是铁了心要自己解决，谁劝都没用。克莱恩看着哥哥，语气冷静的让人发毛：你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要是你替我出战，那帮分家的杂碎做梦都会笑醒，这等于是亲手把脖子送进人家合法的绞刑架里。他让哥哥清醒一点，别因为一时冲动毁了整个家族。其实克莱恩心里很清楚，想要彻底撕掉废柴的标签，这场仗他必须亲自去打，谁也帮不了他。哥哥沉默了，他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弟弟，突然想起克莱恩刚出生的时候，自己是多么兴奋地跑过去看他。也就是在那一刻，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画面。在哥哥眼里，刚出生的克莱恩就像个小天使，哪怕2人是同父异母，他也从来没把弟弟当成外人。他等了整整7年，才把被圣教廷带走的弟弟盼回来。结果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克莱恩竟然又要去参加那种玩命的决斗。哥哥突然死死抓住克莱恩的肩膀，情绪彻底失控了。他声音沙哑地叮嘱克莱恩，一定要听他接下来的话。克莱恩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想到一向强势的哥哥竟然会在他面前露出这么脆弱的一面。哥哥刚要开口许下承诺，门外却突然传来了敦克尔的声音。敦克尔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德尔坎伯爵已经选好了这次决斗的代理人。克莱恩随口问了一句是谁，敦克尔报出了一个名字，兰德尔。这人可不是什么善茬，他曾是帝国威名赫赫的骑士，后来却被无情的驱逐了。原因听起来让人脊背发凉，因为他一旦动起手来，根本控制不住内心的杀欲。推开酒馆大门，满地都是血和尸体，兰德尔就坐在这一片狼藉里，旁若无人的大口灌酒，仿佛刚才的杀戮只是热身运动。他抹了一把嘴边的酒渍，冷笑着念叨了一句：莱茵兰家的小少爷。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小男孩的惨叫声了，这种话听得人毛骨悚然。显然他没打算只是赢下比赛，而是想在决斗场上把克莱恩彻底折磨致死。